九转18弯的碎石盘山公路和山峦叠翠的峡谷里面，原先住着近20户人家，而如今呢，仅剩下一位50多岁的伯伯留居在新修的屋内。这里地势隐蔽，环境优美，宛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今天安澜就带大家徒步2公里左右，大约1小时的时间，进入峡谷之地，再去实地探访这位伯伯。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澜，祝大家朝朝如愿，岁岁安澜。在上一个月，我们是要在这里拜访一户独户人家的，但是因为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已经5、6点了，而且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对这里的路不熟悉。这次我们第2次来拜访这户独户人家。好了，我们就出发吧。嗨，大家好，今天我带着安澜重访这户独户人家。今天这个时间是中午12点半左右，刚刚吃过午饭，我们就过来了，这样我们就能够顺利的去拜访那位独户人家。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石鼓镇，这是顶峰村。我们现在是处于半山腰，这个顶峰村的海拔高度是800米高左右。现在我们沿着这条崎岖不平的石头路去拜访这位独户人家，没办法开车上去，甚至摩托车出行都有困难。大家可以看到，前段时间这里下雨，这个路啊，你看都被撑出一条沟来了，而且这个道路啊不宽，只有2.5米左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边靠悬崖的这边它没有护栏，所以一不小心要是车技不好的摔下去，基本上就是车毁人亡。因为它这个垂直落差接近100米高了，所以是一个很危险的。更重要的就是它这条路连沙子路都不是，它纯粹就是挖机，简单的沿着这个山体做了一个简单的开挖。这旁边还有很多蕨类植物。对的。看看这个左边的道路，全部是这种雨水冲刷过的痕迹，然后右边全部是这种石头，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四驱车也好，还是那些高档一点的车也好，没办法往这边开上去。我感觉别说开车了，连走路都比较困难。是的，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是沿着这个盘山公路往上爬。在上期视频中，因为我们是找了半天，走到这个独户人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5点30分了，不到1个小时就天黑。关键是我们要走到那户独户人家，还得半个小时，所以到时候我们不可能到了那户独户人家就走，肯定要跟他聊聊天什么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直接去这个山谷中的新修的这户独户人家里面去。看这旁边一大片一大片翠色的竹海。是的，这里全部是竹子，然后整个这条路看起来还算是不错，步行啊，做户外运动啊，登山，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道路两旁的中间都长满了杂草。今天的天气户外温度有37度，在那阴凉的地方还算不错，但是在这太阳底下，立马汗流浃背。这边有好多果子。这个果子不认识，不知道是什么果子。在这些山里面呢，就很容易看到这些花草啊，还有一些野果啊、野树开的一些花呀、结的果子呀，有些能食用，有一些呢可以做药材，还有一些可能就不要去，如果不熟悉的话，就不要轻易的去尝试，防止中毒什么的。这边啊有好多蜜蜂、蝈蝈、蚂蚱，还有蝴蝶。是的。走在这个盘山沟路里面，安静的出奇。看这里只听到蟋蟀的声音。这边还有野树莓，黑黑的。这是野树莓，是不是？看一下。这个是可以吃的。看样子有点不干净啊，还是不吃。这是可以吃，爸爸小时候就吃。然后这个是什么花呀？有一点不认识，好像是野生的，什么？你看这边还有好多好多。是的，它这个里面以前是一个蓄水池。看，那有好大的一块石头。下雨的时候，它从这个山坡下面就流到这个水渠里面，就一直沿着这个山路一直往下冲的，所以下面那个道路都撑出一条沟出来了。这边还有好多紫色的花。这些花长得像豌豆花，但是又不是。长得好漂亮，不香，没有香味，对不对？是的。相比起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桂花，要差多了。这边也有很多小黄花。是的。一路上面全是这种。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这边的花都没开。再等2个月，这些草啊、花呀，全部都枯萎了。还有很多这些不是这种常青的树木啊，都会落叶，就显得光秃秃的了。哇，你看这些竹子。高大挺拔，翠绿。刚刚那边过来，看，不管这个山有多高，目前不管你这个山里面住的是一户人家，还是2户人家，还是一个村落，基本上都会把电通到你家里去。但是道路、公路呢？可能就会有所顾忌了。就像我现在要去的这户人家，这边有好多的果子呀。这个是青油木籽油，就是把这个木籽摘下来，把它晒干，晒干以后把它榨成油，很贵的。长得像1斤这样的油要120多块钱。哇天哪，这么贵！是的，就叫青油。它果子外皮长得好像没熟的栗子。它是要先把它摘下来晒干，晒干以后进行加热，再把它碾压榨成油出来。这边还有一个黑黑的。对的。刚刚我说过，国内现在不通公路的
地方会非常少。但是今天我们要造访的这户人家就没有修水泥路了，就只有这种简易的石子路。不管是乘半山腰上去造访这户人家，还是到了这个山顶上再走到他这个家里来。这边的这种木子油也很多，花，这是后期开的花，看，它这个就没办法去结果了，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因为现在都属于采摘的季节了。它这个是野生的吗？是的，全部是野生的。哇，现在这里都没什么人摘。如果，尤其是现在在一些地方啊，一些留守的一些奶奶们呐、婶婶们呐、他们就会去户外摘这些木质树的果子。这还有一些黄果子，别的没见过。这个黄果子没见过耶。长得像没熟的番茄。对的，没见过，不知道这是什么果子。然后这个没成熟的，就是这种像西瓜一样的，有很多的斑纹。是的，这种黄色的应该是它已经成熟了。是。整个这个道路两边，这种野生的果子啊，还真的比较多。听，虫鸣。对呀，因为这里都没有人打扰啊。吱吱吱吱的响。不知道这户人家里面有没有养黄牛啊、山羊啊这一类的？待会我应该们去看一看。会养吧？你看这里都有牛粪。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看一下，看能不能看得到了他们家了。已经走了10-20分钟了，啊，都还没有到，都还远着呢，还得继续走。估计要走接近1个小时吧。现在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想想这条路没有挖通的情况下，这户人家下山不知道是多么的艰辛。真的就像视频里面很多人经常所说的，下山买一包盐都很困难，完全要靠2条腿走到山下来，买吃的、买圈的、买用的。像瓜果蔬菜、开垦荒地，可能能够自给自足。所以他们以前赶集的时候肯定会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嗯，是。这边有好多芦苇一样的东西。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山腰上去看，前面就是一条盘山公路。我们刚刚是沿着这个盘山公路开到半山腰，然后再顺着这个半山腰的这个盘山公路慢慢徒步上来的。我们已经走了接近半个小时了。好，我们现在继续出发。哟，好晒呀！这里都没什么树木，大部分的树都是很矮小。嗯，蝴蝶。哎，走吧。不行了，我要戴遮阳帽了。哇哦，这边有2只蝴蝶。你看蝴蝶在我们前面，所以这里的野生植物发果、成籽都会无忧无虑的，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和伤害，
在城市里面可能就会与众不同了。好啦，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岔路口了，是不是我们就走到了这户独户人家呢？上面就可以上去，下去看看吧。然后这里是条下去的路。现在我们就先下去看看，是不是就到这个山谷里面了？因为之前我们看到那户独户人家的时候，它就在山谷的里面，周围全都是山。啊，它这个全部就是石头山，基本上没有泥土，然后这些树木、这些野草，就是全部长在这个石头上面，是吧？邦邦响。对啊，因为它就是石头山呢。好阴。所以它这条路开发出来的，就是崎岖不平的这一条山路啊，上面也能够看到一些轮胎印，有开车的痕迹，但是肯定不是从我们刚刚半山腰上来的，因为那里没有看到轮胎的痕迹，应该这个车应该是从这个上面开下来的，就是上一次我们第一次来的，从山顶开下来的。我们看一下，小心，万一这里前面有人养了东西，就注意安全，防止有狗啊什么的啊。因为这里前面什么都没有，我好像听到水声了，啊，哗啦哗啦的响。下面该不会是一条小溪吧？是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到了这户人家这里？这边有白色的小花，看下面就是这条盘山公路了，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巨龙。然后整个这个位置就相当于一个路斗一样，我们就在路斗的最下面，前面就是一个宽广的环境。这个地方风景啊，非常的优美，然后视野非常的开阔，空气也非常的清新。是的，现在踏青的人很少了，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春天踏青的。我们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走对啊？哎，我们走对了嘞，就是这户人家嘞。哇、啊，他就是这户人家嘞，我们走对了嘞。这边还有好多砖头。是的，他们也还有车。这里还有车，那么他们就是应该是开车从这个地方开下来的，然后这就是这个山谷了。还好，我们只走了接近40分钟就走到这里来了，比我们预计的时间少了接近20分钟。哇，这个地方好凉快。它这一共有大家可以2间看一下房子。现在我们就处于这个山谷里面，周围方圆2-3公里都是没有人家的，然后它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好。上次我们就是在那边看到的。对，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电线杆最顶部的电线杆那里，上次我们走下来走了接近15分钟，一直没走下来，因为爸爸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准确的路线，所以在前段时间我通过查地图认真研究了一番，我才第2次造访到这户独户人家。在它旁边也修了房子，但是看上去没有人住，这旁边这只有这一户人人家做了一些装修。这旁边这个应该是新修的。哎，对了，它这里面应该是单独挖的一个屋场，然后盖的房子，也可能是之前它这里就有住人，
好吧，我们先进去看看，看看这户人家的主人，看看能不能跟他聊下天。然后这里面，他以前这里应该是一个池塘，然后这里面应该是种了一些蔬菜什么的，但是现在已经荒废了，没人种菜了。好吧，我们先进去看一下。他这户人家真的就是独门独户，非常的安静。然后他这里上面也是修了一个木桥。我们先去看看周边的环境吧，然后再进去问一下他们家。你看他这里以前是一个独木桥的形式，然后这里上面应该是开垦了荒地种的蔬菜，这前面应该是桂花树吗？我们看一下。哎，这是个桂花树哎，阿南，这是桂花树嘞，好香嘞，来看看，好香的。现在正是桂花开的时节。对呀、是不是好香？是的，我们学校里也种了很多桂花树。它这里就长了一棵桂花树，然后这里应该是养了牛，你看它下面都有踩过的痕迹，但是现在没看到黄牛，或者是养了山羊什么的。好吧，我们待会儿去上面这个地方去看一下，是不是他种了一些菜。我们看完以后再去跟这户独户人家的主人打招呼。这边还有一个水井，这是一个山泉井，里面的水好浑浊呀。它是现在没有水，它应该是有水以后，它应该是浇灌这个上面的菜地吧。我们先走上去看一下，可能这个时候这个独户人家的主人在睡午觉，所以我们先暂时不打扰他。我们先周围先简单的参观一下周围的环境，看它这个都是榛树做的一个哇，独木桥，还很结实。好，你试试看，可以走，没问题。外面还长了一朵雏菊。然后旁边是一根水管，它这个水管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待会儿可以问一下它。不知道是接的自来水管呢，还是做其他用途的。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石头。这就是做的一个以前的一个门什么的。好，我们上去再看看。我们简单的先参观一下周围的环境。这边还有一棵很大的树。这也是榛树啊。榛树能干什么呢？它能做什么呢？哎，刚刚我们走过了，就是因它这个搭的桥啊。哇，好大的狗尾草啊，还扎毛了呢。是的。哇，好扎腿，什么东西刮着了？然后看包狗，钩子，吃那个，好小心，好，可以了。好痛啊，刮到我皮肤了。好锋利。好吧，它这里应该是开垦的一块荒地吧，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没错了，它这里是一块荒地。又扎我。开垦的一个荒地，它上面也是做了一个开垦，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种庄稼。然后这里它应该也是没有种庄稼。以前它这个位置应该是种了一些菜，但是现在没有人打理，估计就荒废在这里了。好吧，我们现在进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去跟这户
德富人家打招呼。我的腿都被你刚才那个树枝刮但是我们破了先要确认这户人家的主人，这个时候没有午休，我们不能去冒昧的去打扰别人。要小心一点了，不能再被刮到了。这里狗尾巴草都好大呀！好，你小心。哇、小心啊！所以你看，他这个独富人家，他这里他都没有养狗，对不对？可能是周围好歹有房子，因为那边就有很多的房子。但是房子在下面好远啊，要盘山公路要走下去都有2-3公里远才有房子让人家住啊。刚刚我们上去的时候，上面也是好远才有人住啊。而且他这里就只有他这一户人家住在这里啊，旁边虽然也盖了房子，但是它是空着的。这里可能养过羊，因为这里有羊屎。啊，有羊拉的屎，对不对？对了。慢慢的过。这好歹还是有2个木头的。好吧，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看看这个主人在家。啊，他这个是石头。哎，你好，哈哈，你这里就这里一户人家住这里吗？我说怎么这里怎么在半山腰怎么只有这一户人家住？所以说我们下来看一看。你这个地方你这房子修了不是很久吧？可以进来参观一下不？哎，谢谢谢谢。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边吗？对。啊，你这里也没有养一条狗什么的？没有。啊，你是这里是以前这里就有人住，还是说在原有的这个房子修在这个上面的？原有房子。啊，这个就是你的主宅了。对对。那主宅也就是只有你这一户人家吗？那不会，那原来都起房去了。啊，都把房子修到上面去了。对。你这个房子应该也修得不久了。不久，2-3年。啊，你这个房子修得有2-3年了。啊，你这房子修得好漂亮嘞。原来路都没有，自己挖的路才上来修房子。啊。原来这边都没有网络的。你这里现在通了网吗？还没有。啊，没有网。对。就只通了电。对。那你这个公路我们只能是步行啊，你这个路你车子怎么开呀？你这个路太烂了。我们习惯了就没事，我估计新开不好开。是的。政府不作为吧，你没办法。那你这里什么时候会给你打水泥路呢？说是会打，但是不晓得哪天打，你私人打也打不起啊。他是国家给你打了，还是你自己要出钱？自己出钱去垫钱是没问题嘛。啊。6个月钱把它就，那我自己我不讲。啊。我给你拿包麦片吧。哎，吃的麦片。这不用给我们。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啊。啊，我是进来看一看。啊，参观一下啊。你这个是属于小2层了。对。那你这个房子造价有修了接近20万吧20万不止。20万还不止啊20万搞不起来。那有30-40万。这个就现在这个样子，40来万，40多万。你就现在这个样子修了40个万？对。啊，你这些材料那怎么搞上？那你知道吧？就是材料跟运费贵嘛。哦，那就是你货车能开下来吗？可以。货车能开下来啊？那个司机的技术好哎。都是当地的嘛。
啊，当地司机。难怪你旁边以前路应该没有这么宽，是不是很窄啊？还是说一条山路啊？那是个马路，是小路马路，原来都没有，是自己为了修房子自己修的。就是你为了修房子，整个我们刚刚过来的那个开凿的那个路，全部是你自己请挖机师傅开的？对。你自己花钱呐？哇！自己花钱嘛，自己我们这边也算一个家族，一个大家族，有差不多10多户人，11、12户人。啊。就每人出个1、2万的样子，就整个这条路自己挖20多万。那你这条路应该也就只挖了3、4年吧？还不止了，还有挖路挖了4、5年了。就光挖路就挖了4、5年。对。哦呀，你这个工程量大嘞。叔叔，你把这个房子修到这个山谷里面，不怕也受洪水吗？那没有，也是洪水的都没有。你这个位置好是非常好哎，前面很开阔。还行吧，这是老宅，就原来我们一个大溪形成，这个大溪全部在这个牧场里面出去的，他们都迁到上面去了。啊。上面比起来要方便点嘛。是的，上面要方便一些。在底下也住不了那么多人嘛。以前这里就等于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4合院，对不对？对。然后就是整个一个家族住在这里面，对。然后就开始分家，然后慢慢就往上面走。对。慢慢就留了那边一家，这边一家，就现在他俩就是2家。你隔壁那家也是属于家族的，还是也是你的？家族的。也是家族的，但是我看起来好像是就只装修了一家。他们还没打算回。我是打算回了，不要赶一下。那个只是说先把房子先盖了，还没装修，你这个就直接就已经是装修完了。对。那你修这个房子，我估计也修了差不多有2年。1年差不多。1年。你这个地方的工程量不是一般的大。那没办法，你堵在这里嘛，别的地方也没问题啊。你小孩子呢？小孩子那怎么办？他们出行也不方便啊。小孩成年了，小孩在外面。都在外面了。不过住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安静。对。再一个就是这里风水好，景色好。15层就可以住在这里。再一个这里是为什么想回？就是这边的夏天，这里的热天，这边特别舒服。但是你修这个水泥房，你夏天也凉快吗？也凉快。也凉快啊。对，我们在这里，我一般很顺的不要吹风了。看看它这个地方，这叔叔修的好吧？这里上面你看看。哇，好好。站在这个晚上，或者是到外面来乘凉，看上面的繁星，对不对？然后赏月。一般那种农村呀、乡野里面的星星都很多。夏天的话，特别7、8月份的样子来住这里还。这个房子是你设计的吗？对啊。就是设计、修建都是你一个人完成？来修建还是他请人的嘛。就请了一些简单的木工啊、瓦工啊、泥工啊。对。但是设计是你设计的。对。哇，这设计的好好啊。是的，因为什么我会被说这个房子吸引？因为这个房子修在这里与众不同啊。那当初修过，难道有没有想过把这个房子也是修成木房子，不会更舒服吗？那种仿古的房子。木房子舒服，但是木材这上面没有。这山上搞不到木材。木材你想用的木材没有。就这周边搞不到木材。对。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竹林。那太麻烦，那真假麻烦，你这个房子设计的是非常的新颖的。就这么住呗，你回来就这么住呗。是的，这个房子住进来不错。实际上我们其实是实际的出去的，但是还是到现在还是想这个地方不就
就回来搞工嘛。像上了一定年纪的，都还是对想念故土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了。对。可能下一代他们可能对这个地方就没有太多的感情。你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你这位置选的好哎，你们祖辈也选的很好哎，这个位置。一般他们都上去了，我还是不想上去。上面也可以叫过去小房子，就在下面，但是我懒得去过去。啊。现在目前来说，就是这路平。如果是这路修好的话，那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是的，如果是说把这个路打成水泥路啊，或者是甚至是稍微修整平整一下都还不错。对。但是现在我感觉下来，要是下大雨，要是把这个石头撑倒了就很麻烦了，那个路。每年要修整，今年还没有，去年修整，去年也是这时候啊，9、10月份修整一次。你买这个挖机要2、3千，今年还没搞。2年就要修整一次，修整一次就要3000多块钱。对。那你的成本养护也还蛮高的嘞。对啊，没办法，有时候就才得去嘛。我也是今年还是回来这两个多月。啊，你才回来2个多月，也是在外面做生意了。做个批生意，原来一直出去了，在厂里面。做事，但是现在到年纪了嘛，差不多就回来了。从正门走进来，符合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对称美。传统美学的对称呐。因为我带我女儿到去看一些古建筑啊，去带她到去玩一下，所以她也见了一些地方。你这个设计是参考了很多一些古建筑的一些特色了。这还没有完善，资金没到位。资金没到位。对，资金没到位，路还是这个方法搞得没什么，自己都没兴趣，提不起。我刚刚在外面转了一下，你这里没有种蔬菜啊，没有种这些东西，那吃这些怎么办？没有，在买嘛，在底下买，或者是上面邻居家去买嘛。去买点菜。对，现在没有，现在还没打过我，现在一个人住这里就不现在就只有你，整个这里就只有你一个人住这里啊？对。那你不怕吗？又没养狗，你完全是独门独户这一家人。这没什么好怕的。你首先跟你说了嘛，我还回来2个月嘛，我不是常住的话，也就是说你这里再住段时间又要出去。对，我如果是打算常住在这里的话，再说。好，谢谢。常住的话，必须还是要完善一下。现在还没完善。我们可以去2楼看一下吗？可以。好，我去2楼看看这个风景。好，我们先上去2楼看一看。好，谢谢。小心。好，慢慢走。它这边应该是比较有点灰的。它这里是有点灰的。是的。哇，这边怎么没装护栏？它这个地方应该会装一个，待会问一下这个叔叔，看他是怎么样的。它这里是一个设计，跟下面是一模一样的房间构造。所以就叫对称美嘛。一样的构造。上次我们就是从那个山顶上看到这个房子下面来的。这边好像有菜地。在这边种的菜地吗？好像。对的，对，它这里后面也是一块菜地。但是后面没种了。没种了，因为他刚刚叔叔说了呀，他不在这边常住啊，他是偶尔到这边来啊，所以他这里就荒废了。可以一直看到下面。
嗯，它这个地方把椅子放在这里，蚊子又不怎么多。站在这个位置，非常的凉快，对吧？看看，坐在这个上面，是正在那里挖口池塘，养鱼啊，养点东西，对不对？是的。就会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位置。看它这里这边还有水管。是的，它这个我待会儿问一下，看看它是水怎么解决。好，我们先下去吧，小心啊！它这个没有做护栏的话，你要小心啊。你以后这个周围它会做一个护栏吗？是的，我看一下，如果你万一有小孩子啊，他这边玩耍啊，可能防止不小心。这个高度还是有3.5米吧。你现在这里就通了电，那水呢？水是用自来水还是用这个山里的那个山泉水啊？啊，没有自来水，完全是靠山泉水。那这个山泉水会一直有吗？但是天气一热干燥不下雨，不就没山泉水了吗？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还是不会。但是你这个位置应该是长期都有水吧？还是长期有。哦，你前面那个位置是不是一口池塘啊？现在那里？对。也是荒了，没人管了。干了。这个地方在没起房子之前，30年没人住。啊，这个地方你这个房子没盖起来之前，有30年没人住啊？对。都出去了嘛。哦。原来路都没有啊，跟你说了。就后来都想回来了，一起几个字修条路就把这边的房子搞起来了。哦。原来都没有这个房子。那你等于这个祖宅的话，那不差不多有200-300年了？百多年嘛。从你的祖先下来，对。100多年。这个位置是对于战争年代是一个好地方，现在也是个好地方。现在战争年代我不说，但是现在我认为是好地方。这个地方真的好。这地方我感觉还可以的。等于你这里所有的家电一应俱全。就是没有网，没有自来水，燃气也没燃气。没燃气要到厂里去买，燃气是没有，要买那个。那你洗澡怎么办？自己烧水啊？现在是没办法自己烧啊。就自己用柴火烧热水洗澡。对啊。那你到后期怎么办呢？后期假如说你的搞热水器啊，就搞太阳能热水器。电也可以用。对，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现在目前就是烧柴火为主。对。就地取材，其实现在的木材烧不完。现在就是柴烧不完。对的。很多都讲究用柴火饭、柴火灶煮的饭、炒的菜好吃。对。你的耐性好哎，你就是耐得住寂寞，一个人住在这里面，真的佩服你。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想着东西，在这里就还比较悠闲嘛，有书灯就可以。你现在才吃午饭吗？对啊。搞的那个排骨。我是看到这里好多人养了山羊啊、黄牛啊。你这里应该以前也养山羊吧？原来也养。原来这里也养。难怪在独木桥那里有一点羊屎。是的。这里也养。这个地方就是养这些东西，不需要吃食料，直接就是走错路都有这种青草。是的。所以在这个位置，说实话，真的是不愁钱了，财务自由了，真的在这个地方。对。纯天然的东西，自己种点菜。对。养一条狗或者养2条狗，养点牛，养点羊，养点鸡，养2头猪，真的所有的瓜果蔬菜，一年四季都有的吃。只能这么过了，只能这样过了嘛。你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估计就只能这样过了。你还可以怎么样？喝点小酒了。对。我今天没带酒。你几个小孩啊？一个。你就生了一个。只能生一个那时候。
没关系，那个时候应该可以是2个。你放完的跳出去，你看没？男孩女孩？女孩。你这个地方是有房产证吗？有。啊，这个地方有房产证。有。原来的房子一年下来新又办了房子。啊。是的，你要是这个地方把它开孔出来，就像你说的，要是路修好了，这里做个小农家乐也不差的。如果说站在前面的话，你更爽。啊，就是你把前面再重新修整一下。对。修整一下，然后站在那个位置肯定会更舒服了。对。啊，对。但是你现在是因为你长期不在家嘛？不在家的话，如果是你这里把这个地方全部挖出来做一个池塘，养点鱼，蒸点那个莲藕，然后前面再搞一个小平台，那的确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的后山反正也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种的菜。然后那个山坡是不是也准备种点菜？那不是，那一个平，那以后打算搞个亭子，搞个那个凉亭啊。对。就是夏天呢，就是纳凉休息的一个亭子了。对。你自己花钱搞了？那你还是谁给你搞？这现在就放在这里，就这个状态，那没办法。这个位置是好。对。这个位置真的是很棒嘞，这视野非常开阔。那你这里以前住了30户人家呀？怎么住啊？这面积也不大呀。我跟你说的，就我家的奶奶，我老爷子他们就有10姊妹。10姊妹？对。8、9、10的10。11姊妹。啊，11姊妹。那3家就我爷爷辈的有3家。就住在这个位置。对，就这个位置。就住在这一片，就这个山谷里面。对。然后每一家有差不多11个人。对，每家都有，反正我老爷子就是11个姊妹。哦。你去看多少人。对的，那以前这里热闹嘞。以前这里真的是热闹，真的热闹了。大小原来这里是30多个，多的时候是30多个，大小30多个人。啊。这个位置是可以，真的看不出来呀，这个位置。啊，以前住这么多人，那个时候交通不便，真的。所有的吃。就后来他们慢慢成家以后，就搞到上面去了。啊，对的。全部都是这里出去的。你想想，家里你爷爷那一辈的话，这里吃住行啊，真的是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哎。对，那时候那跟现在来说，你就没得比呀。你看看，你这里都是石头山，又没有田，是吧？你吃粮食就是个问题嘛，主要是吃粮食嘛。顶了天就挣一点玉米。没，玉米都难得挣。这里玉米都难得挣。对，但是田3分多田一个，那时候只有3分多田。一个人3分田，你3分田都还算多的嘞。3分田只可以做1道，我们这边那只能挣一季。我以为我看过其他的地方，有些地方一个人只有1分田。我们有3分来田。我们原来就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原来都是吃救济，粮食吃救济。啊。哇，你这里好香，这个桂花树，特别香。他这个房子应该是修的蛮久吧？差不多，我1年搞的。啊，同一年修的。对。当然也就是平常过年过节回来了。过年过节都不回来，他们根本就没回来。过年过节都不回来？他外面有房子，他这里又不来住，他还搞个屁啊！那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啊，他把这个房子修到这里就不管了吗？管这个以后肯定会管嘛。等你资金一到位，把这个地方铺成一条路，然后这里挖个池塘，然后这里做个小小的平台，绝佳的位置。前面必须要搞个平台。好，行，谢谢，那打扰你了。没事。打扰你了。那好吧，我们去其他地方。好，谢谢，祝你发大财。探访完这栋独户人家，这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我站在这里，还有阵阵的桂花香。这位叔叔呢，也非常的热情。如果换作是你愿意住在这里吗？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